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CK 购频道，每周三、周六准时更新视频。喜欢视频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哦。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只大家目前都很关心的个股 Teladoc，ticker 是 TDOC。Teladoc 的股价从年初到最高点，一共翻了将近3倍的增值，但从8月的最高点到现在，股价却是跌了26%。不少朋友如果近期有加仓的话，可能会有种被套牢的感觉。这从8月份开始的下跌，一切都起始于在 Teladoc 宣布花了185亿收购了 Livongo 医疗。Livongo 医疗呢是一家专注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等等的治疗管理。收购之后 ，Teladoc 将能够获得 Livongo 的病人数据信息，来完善 Teladoc 的 machine learning 数据分析，从而更好地完成虚拟诊断。这个消息被宣布之后，截至收盘，Teladoc 以及 Livongo 的当天股价就分别暴跌了 19% 以及 11.4%。这个市场的讯息很明显，那就是 Teladoc 在自己以及 Livongo 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受益之后，是不是有点太膨胀了？一旦疫情结束， Livongo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个成长率？ Teladoc 是不是当了冤大头，花了太多钱收购？ Teladoc 这只个股到底只是普通的回调呢，还是基本面已经开始改变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Teladoc 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的财报。Teladoc 2020年第三季度每股收益为负的 0.13 美金一股，好过分析师所预期的负的 0.33 美金一股，也好过同比的负的 0.39 美金一股的亏损。这主要是因为 Teladoc 在营业额上的增长。这季度公司的营业额为2亿8千多万，其中占大头的这个会员制就诊费达到了2亿2千多万，同比增长了 90%。 对于第四季度的预期， Teladoc 预计将可以达到2亿9千多万到3亿的季度营收，可以说是一份非常不错的第三季度的财报。但这并比不上随即市场发布的疫苗利好消息。 Teladoc 当日受疫苗消息的影响，又下跌了 13.7%。 截止到制作这个视频呢，Teladoc 最新的收盘价是183美金，基本上是回落到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的位置。该开始抄底了吗？造成这次下跌的起始，一切都源自于那次昂贵的收购。Teladoc 对 Livongo 的收购选用的是股权与现金相结合的收购方式，并且股权与现金的比例为 90% 对 10%。 收购之后，对于 Livongo 的投资者来说，每一股 Livongo 的股权将会被换成 0.592 股的 Teladoc 的股权，外加 11.33 美金的现金。根据当时的股票价格，相当于是市值为185亿的收购价格。Teladoc 的投资者们之所以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 Livongo 的股价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翻了大约5倍。Teladoc 在市场最热的时候进行了收购，有多付了钱当了冤大头的嫌疑。对于这一点， CK 的看法倒是，虽说 Livongo 的股价从年初从20几美金暴涨到了后来的130几美金，翻了5倍，但 Teladoc 的股价同样从年初的80美金涨到了最高的250美金，翻了3倍。那么像这种以股权换股权的收购方式， Teladoc 的管理人也想要趁着自己股价值钱的时候，使用自己的股权去收购 Livongo， 就像是以物换物。如果这两件物品的市场价同涨同跌，那么以物换物的话，市场价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也并不能说 Teladoc 当了冤大头，但收购消息出来之后，股价下跌是事实，这样用股权换股权的方法就有了后遗症。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Livongo 的投资者，本来你的股票涨得好好的，现在突然间被换成了 Teladoc 的股权，换完之后 Teladoc 的股权还暴跌了将近 30%， 那么作为原有的 Livongo 的投资者肯定是不开心的，也极有可能抛售手中的 Teladoc 的股权，导致股价进一步的拉低。那么对于现在还持有着 Teladoc 的投资者们，或者是想要逢低加仓的朋友们，现在的2大问题就是，在拥有了 Livongo 之后的 Teladoc 的前景究竟怎么样？在有了疫苗新冠完结之后， Teladoc 还有成长空间吗？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 Teladoc 股价的成长空间究竟有多少。 Teladoc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盈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平时我们所熟悉的增值股模板。介于 Teladoc 所进军的是一个虚拟诊疗的最新领域，那么这家公司成长潜力的一大前提就是这个虚拟诊断的成长市场到底有多大。
量化这个市场的有一个专有模型叫做可用市场总量，简称 TAM。 对于这个可用市场总量的预估是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所以 CK 决定就这点上使用 Teladoc 高层对它的预估。 Teladoc 在收购 Livongo 之后呢，对整个市场的可用市场总量的预估为1210亿，但 CK 一向不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占有 100% 的市场率哈，能够独霸一个市场很难，总会有新的竞争对手冒出来的。那么 CK 这边假设 Teladoc 能够获取 20% 的市场占有率，这样一来 Teladoc 最终在这个市场中的营收有望达到24亿。 Teladoc 目前是还没有盈利，但最终当整个市场成熟之后， Teladoc 是有望盈利的。目前分析师们预计 Teladoc 到2023年有可能开始盈利。作为一家虚拟诊断的线上服务， CK 假设成熟之后能够拥有 20% 的盈利率，对应 PE 指数的20。那么 Teladoc 达到成熟之后呢，终极市值则为1210亿。那么问题是 Teladoc 从现在达到这成熟的 20% 的市场占有率需要多少年呢？ Teladoc 目前2020年的全年营收预计是10亿0500万，同时在收购之后，对它未来的5年年平均成长率的预期是 38%， CK 保险一些，假设 30%， 以此来预计 Teladoc 13年之后就可以达到全市场 20% 的占有率，并且相对应的市值则是之前所计算的1210亿。当前 Teladoc 的股价所对应的市值为260亿，那么按今天的股价买入的话，年回报率预计将有 10.47%。 这么计算下来，也就是说，根据 Teladoc 对未来的设想，如果之前 Teladoc 的股价还算有溢价，现在在股价下跌之后的股价，单单从估值上来看，倒是不错的加仓价格。当然，这个计算当中还是有很多假设的，像是 Teladoc 成熟之后能够有多少的盈利率，最终能够在市场占有率中占有多大的席位等等，都会对股价的回报率高低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是如果 Teladoc 可以最终达到 40% 的市场率，投资 Teladoc 的年回报率就会增加到 14.17%。 投资这只个股目前需要注意的就是 Teladoc 是不是可以像所预期的那样融合 Livongo 的团队。 Teladoc 认为收购 Livongo 之后，可以在2022年取得1亿的协同效应优势，也就是合并后能够创造多于2家公司本身总和的价值，2025年获得5亿的协同效应。但就从目前2家公司高层的整合上来看， Livongo 不单仅仅在合并后的13个董事席位中只获得了5个，并且在合并之后的 CEO 以及董事主席都由 Teladoc 的原 CEO 以及董事主席担任。这点对未来统一两方势力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风险就是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留住 Livongo 原有的人才，这点就很值得注意了。那么可以让 Teladoc 投资者们安一点心的是， ARK Invest 在过去的2周 Teladoc 股价下跌的时间里是个纯买家。这张图里蓝色线代表的是 Teladoc 当日的收盘股价，而柱状代表的则是 ARK Invest 的 ETF 中 ARKW 所购买的 Teladoc 的股数。可以看到 ARK Invest 在220到195美金一股的区间就开始在购买更多的 Teladoc 的股权，到后来 Teladoc 降到了172到183美金的区间时， ARK Invest 购买了更多的股权，将 Teladoc 的持仓比例从 2.3% 增加到了 3.3%。 从 ARK Invest 这跌越多买越多的举动来看，至少 Catherine Wood 对 Teladoc 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说完 Teladoc，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只在本周三，也就是11月18日将公布2021财年第3季度财报的 NVIDIA 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这将会是 NVIDIA 在完成一次收购并且大规模 GPU 芯片升级之后的第一次季度财报。总体来说，分析师们在预期 NVIDIA 能够有好过预期的财报成绩。通过一些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呢， NVIDIA 最新的 GPU 芯片很受欢迎，甚至到达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但也是同时， NVIDIA 有传言正在应对供应链不足的问题。那么这季度的财报，这一点将会是大家所着重注意的。同样会被投资者们额外注意的是 NVIDIA 数据中心芯片的表现。之前英特尔财报成绩虽然也是高过分析师预期，但就是因为云端数据中心的成长率低于分析师预期，股价直接盘后暴跌超过 10%。
上一季度 NVIDIA 数据中心的销售首次超过了它游戏芯片的收入。那么介于像是微软啊、亚马逊啊的云端收入都在这季度经历了上涨，至少证明整个市场还是很好的。所以 NVIDIA 这季度是不是能够维持数据中心芯片销售的涨幅就至关重要。分析师们目前是预计第三季度 44.2 亿的总季度营收中会有18亿来自于数据中心的芯片。从估值上来看， NVIDIA 当前的股价还是有点偏高的，所以如果财报带来股价的回调，倒可能带来不错的加仓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CK 的财富自由股息账户的进展。先来看一下美股eToro Portfolio 中减持但依然持有的迪士尼发布了这季度的财报，因为仅仅亏损了20美分，相比分析师们所预期的71美分的亏损，外加迪士尼 Plus 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7300万的订阅，股价一度上涨了 6%。 但之后当 CFO 公布迪士尼将继续暂停半年度股息之后呢，股价回调，基本上抵消了之前的涨幅。澳股 Portfolio 这边这周也是继续疫苗的利好消息，银行股、旅游股以及 REIT 等等都因为这个利好消息大涨。澳股 Portfolio 这周增值5000多澳币，但有意思的是，这5天的交易日中的最后一日其实只反映了开盘后半小时的数据。为什么呢？因为澳洲的证券交易所因为技术问题居然坏掉了，开盘后股市高开高走半小时之后，因为技术问题整个澳股停牌，直到闭市都没有解决问题，也真的是非常少见了。今天这个视频暂时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哦。我是 CK， 我们下期再见。